好，今天要来我们车主老实说的单元啦。那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平价的 CUV 哦。那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你还会选择 T-Roc 吗？我还是会选择 T-Roc， 眼下只有 T-Roc 可以选择。你觉得这台车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吗？我觉得还蛮多的哎。这个不是在修车，就是在修车的路上。一开始刚开，其实认真说还蛮不满意。平均实力还不错的车啦，但是没有会让你到很喜欢、很享受这台车。你买这台车，你有没有觉得后悔过？没有，虽然它环境画质不是很好，我应该还是会买 HRV， 就看新的 HRV 有没有再更精进一点，总不能一直都是挨打嘛。因为这台车就是太好了嘛，讲也讲不完。买了这台车之后，我变得很喜欢开车，生活更幸福，老婆更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结果。那我们很高兴啊，今天请到 Henry 哈利 Harry， 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 Harry 来到现场，然后你是 Stonic 的车主。这台是顶规的85.9万的，然后那时候业务给我折了2.5万这样。就还有送一些那个行车记录器啊，然后还有无线充电板、后视镜收折也是送的。其他是没有再另外选配什么？它的隔热只是送比较烂的，然后有自己加钱升级。就这个折价来看的话，你觉得是合理的？合理，而且比我觉得在社团上面看就是比人家好。目前好像也都没有折到2万块，2万5是算蛮多的，只是就是保险要给业务做的。哦，那是一定的，因为不然他可能没赚什么钱。是。你当初在选这台车的时候，还有哪些车是一起比较的呢？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想要先以小车为我选车的那个主要的，然后那时候是看了 Kia 的，就是 Picanto， 然后还有那个 Suzuki 的那个 Swift， 后来是去展间看了 Picanto 之后，发现这台为之惊人，所以它是意料之外的车，对。自己买的第一台车，然后自己也不太会开，然后想说就是用小车比较好停车，比较好开这样，然后后来就看到这台就签了，当场就定了，当场就先跟第一个业务先说要定了，然后后来才被老婆骂，因为他有说你冲动购车。对，冲动，对，真的是冲动。买这台车到现在开1年多了嘛，10个月。那累计里程到多少？17000。整体来说还算是满意。满意。那你家里除了这台 Stonic 还有其他车吗？我爸爸开的就是 Discovery Sport，Land Rover 的，对，然后还有一台 Smart， 对，2人座那种，然后还有一台我哥开的 Polo， 就这几台都是我有开过的。这样看起来你们家选车的标准都比较小众一点，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车距啊。所以 Stonic 当时候会获得你深深的喜爱，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吗？对，应该说 Kia 这个品牌，Kia 不管买哪一台，就是都是小众啊。也不会啊，人家卡旺蛮大众的。那是卡旺，人家卡旺卖很好。那平常这台车是你个人使用，还是家里的成员也会一起使用呢？主要是我自己使用，因为我平常上班通勤都是开它上班，偶尔老婆会就给他练车这样。老婆现在还不是很熟练，对不对？对，非常不熟练。多给他练啊，反正他只要撞到一次，他以后就熟了。可是撞到还是我要处理，不然谁处理？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台车是够用的。像我们2个人在台北工作，这样是够用的。那你买这台车啊，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啊？就是我刚跟我老婆结婚，然后结婚就总是要一台车，也比较安全嘛。我们也都常回台中，然后就为了安全啊，对吧？然后才会想要买车这样。那时候刚好换工作，然后就是公司有停车位可以给我停，然后就刚好就这个契机下就买了这台车这样。你用到现在啊，你觉得它有哪些优点？省油、操控，还有它的马力啊、动力啊，都是给的算我觉得充足啊。因为这个也是有挂涡轮，然后还有就是好看啊。我开这个在路上，就是朋友啊那些都特别问这一台，就以为它是那个 BMW， 有些人还没听过这个牌子。真的假的？女生啊，只有在台湾市占率比较低啊，对吧？人家在国外卖的很好。没错。那还有什么优点？你觉得？我老婆比较不会晕车，她其实坐家里的那些车都会有晕车的情况。他们家的 NX200啊，然后还有我们家的 Discovery Sport，还有 Polo， 连 Polo 它也都会晕。前面那两台休旅车我们就不比较，跟 Polo 比它都有差。我是觉得是它那个，因为它要坐后座啦，然后后座 Polo 的椅背真的是比较挺，可能是那个原因啦。因为这台车它整体的悬吊特性，它是比较偏上下起伏的，它比较不会摇晃，所以也有可能是造成晕车的原因。但至少对你来说，你至少开这台车出门，它就比较不容易晕车。对，就那你心里的负担也比较小一点。没有，我觉得反而觉得他在旁边睡觉比较好，不然他在旁边一直指挥我开车。
嘴巴开车比较厉害嘛。哦，不要这样说嘛，人家至少愿意陪你坐你的对啊车里面，对啊好不好？缺点的部分有没有？缺点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就顶多就跟我开过的 Polo 的话，就是它起步的时候啊，比较跟不上。然后那个 Polo 它 DSG 的那个变速箱，我是觉得它换挡的逻辑就比这个好。这个换挡的节奏啊、逻辑都比较柔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小了一点啊，对啊，因为我们有在车速，跟我老婆躺后面，然后我身高173，躺在后面就是脚都要 Q 起来。那你就睡外面就好了，老婆睡车里啊。也是啊，这样子我也比较轻松，他也比较轻松。哎，你不要以为老婆没在镜头内就可以随便乱讲。那还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转速就是我起步那个转速会拉高，就是我明明就轻踩油门，它转速给我拉高到快红线那边。快红线，这是你有回去给原厂看过？就他也只能帮你更新电脑，reset 还是有遇到。像我开这样子10个月来，也遇到3、4次这样。我刚才听你讲嘛，是在可能离合器还没有结合的状态下，它转速会拉得蛮高的。觉得是这样子，在里面其实听到这样会觉得很惊这样。可是你说拉到红线，那是真的蛮高的哦。一般车子只要引擎到5000转，其实你都会觉得它转速很高了，因为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是1500到3000，通常你在超车的时候也顶多啦，就是最多4000。那如果会拉到4、5千，其实就真的是蛮高。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再密切观察一下，找原厂先解决这个问题。对，如果再发生，我就直接打080。那还有没有什么缺点？就它的 ACC 蛮灵敏的，就是我明明只是要超车，就它就自动刹停，那个可能就会启动，就在那里狂叫。如果我再不慢下来，它就给我急刹这样。我连它里面有设定可以调，我都有把它调的那个就是比较 late 这样，就还是一样。哦，那这部分只能看原厂要不要去改了。对啊，因为有些车厂它会调得很灵敏，那有些车厂会调得比较符合我们自己驾驶的感受，那可能你就要自己去适应，或是说看看真的有没有误踩的情形再回报。那还有没有缺点？还有你们常讲的英文界面，不然你可以切成韩文的。哦，对啊，是韩国车我都第一个先切成韩文。你看得到？看不到。哦，这样比较韩国的感觉。对，比较有 feel 嘛。哦，对啦。你刚刚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你当初在选这台车的时候它的 Level 2驾驶辅助技能是比较完整的。那你就实际使用起来的话，你觉得练员满意吗？它就在这个机遇中刚刚说的完整嘛。然后我在高速公路也都会开着它，它那个自重功能我是觉得还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它就可以让我顺的就是跟车到公司这样。这台车的运作逻辑跟你平常开车的习惯类似啊，就是加减速就很平和啦，因为应该说它会有点慢。就前面已经开走，然后它可能会 delay 一下，然后才会出去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说，它的运作方针你觉得是够细腻，而且合乎你自己的驾驶习惯。没错。只是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铁太黑还是怎样，就是雨天的时候，作动会消失，这是很正常的。对，因为所有的车厂它都会有个但书，就是天候不佳的时候，就是不要使用这些配备因为他们都不保证天候不佳的时候它会正常作动。那你这台车用到现在保养几次啊？3次，对，就1000、5000、10000。所以你的养护方针是就照原厂走？我一开始是照原厂走，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我现在也开不到1年之后就已经10000骑了，所以我后来就有跟原厂说我想要10000公里再保养一次，他们也同意这样。因为你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原厂的手册是写15000再保养一次，保养厂是说5000，对，所以你打算采一个折中的方案。对，不然这样子2个月去保养一次，这样子我觉得太多了。那你会自备机油这一些的吗？不会，因为这第一台车我还是一个菜鸟，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自备机油这样，所以说还是丢给原厂这样子。就是先照原厂走，只是说你的里程稍微把它延长到10000。没错。那买这台车到现在有一段时间对。那假设说今天再让你选一次的话，你还会选这台车？我会再选这台车。除非之后有小孩子才会再换大的，不然现在我们2个人这台车其实就非常够用了。我还是要讲一次，就是它好看，好看。基本上目前在同级里面，光是设计跟外形，你觉得它没有对手？没错。然后它又是进口车。那对于还在观望的车主，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这台车它就马力够，然后操控也够，只是它就是比较小众啊，就是还是要去试开，然后还有去现场看，因为不然那个其实同级里面还有很多对手啊，都有它的优缺点。这台就比较有点折中那种感觉，要马力还是有比较好的，要省油也有比较好的。OK， 很高兴和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它的推荐就很简单了，你今天真的被这台车烧到那其实你只要去评估一下说，可能投算力在你的合理范围内，那后续的养车费用都在合理范围内的话呢，重点是你喜欢它，买就对了。对，没错。高兴和你今天来到现场，谢谢。
Hello， 陈小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嗨，我的车子是2020年的 Stonic， 然后它是1.4的时尚版，没有选配。没选配，当初怎么会买1.4没有买1.0啊？因为那时候想说1.4就很够用，就没有买1.0，而且1.0有 Turbo， 不太熟悉，所以不太敢选。对，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稳稳当当的开车，所以马力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哦，你家里面几个人使用这台车啊？家里面总共3个人，家人的话他们可能去买菜啊或什么，那我假日就会开出去玩。所以你们家现在只有1台车了？对，我们现在家只有1台车。之前家里有开过什么车？家里之前还有开过尼桑的车，还有 Lexus 的车这样。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怎么会想要选 Stonic 这一台啊？其实原本当初想要买 Focus，对，所以我去试开了 Focus， 但我觉得 Focus 对我来说有点力，开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快速的加速感跟刹车的感觉。对，那我个人比较不习惯。然后后来辗转看到这台 Stonic 之后，我就去试乘，然后就觉得天啊，这台车开起来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对，比较稳稳的，然后舒舒服服的加速感。所以你第一眼就看到 Stonic 了吗？我原本想看 Picanto，对，后来发现哇，真的太小了。所以空间对你来说还是有需求的。对，空间还是有，毕竟至少会最多要4个人的话，我觉得 Picanto 真的比较小。你觉得家里面只有1台车够吗？够，蛮够用的。我平常上班就骑摩托车去上班，那如果家里要用车，他们也可以使用。就是如果我跟我爸妈行车有冲突，会比较麻烦，但他们也可以搭大众运输，或我搭大众运输工具，这样也都可以。你当初会购买 Stonic 的原因，这让你下定决心？那时候去看这台车的时候，有去到他们的那个维修厂那边，然后刚好看到一台被人家追撞的 Stonic，然后他们就给我看对方车头已经烂掉，然后它后面就是凹一个小洞，后挡风玻璃有裂痕，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说觉得哇，感觉很有安全感。你说那个刚性？对，就是感觉很有安全感，然后就对这台车的那个感觉就更好。你现在开了多久？开了几公里？24000多。那你觉得这台车有什么你觉得很喜欢的地方？它开起来很稳当，就是我会觉得车上的人坐起来也很安全感。然后再加上它的座椅方面。我坐过的朋友都说他觉得蛮舒服的。对我来说啊，比较重要是乘客坐起来舒服的感觉。这么常载朋友，你们有常去哪里玩吗？我们会去露营啊、环岛之类的。因为我原本觉得1.4我会不会露营爬不上那个坡，对，然后就第一次去露营，他们就给我挑了一个大概这么斜的坡，就很害怕，上面又坐4个人，然后装满满的装备，想说完蛋我会不会上不去？对。然后我就慢慢开上去之后，他就50，然后就10，就这样慢慢嘟就上去了，我就好感动哦，他就可以上去，反正我只要可以上去就好了。你不会觉得马力太小吗？我还好，反正我不需要飙车或超人家车，我只要可以平平安安的就好。所以你觉得在山上马力是够用的？对，山上还可以够用，而且它也可以上武岭啊什么。其实台湾就这样嘛。那我好奇问一下，你环岛那时候油耗多少？平均大概14到15，因为如果含市区的话。对。那如果纯高速公路大概17、18这样子。那你刚刚其实还有跟我聊到一点，就是你带朋友去露营的时候，你说你的后车厢可以打平。对，我后车厢可以整个打平，然后像我可能待会我就去一个海边啊或哪里，我把我后车厢打开，打平之后我就铺我的睡垫。哇！我就躺在那边看海。哇！也太羡慕了吧！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我好羡慕你哦。它是完全不需要再去加装，它可以直接躺平，是完全平的。对，然后可以放床垫。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觉得很不错、满意的地方？它的其实容量是真的还蛮够的啊，我觉得。对，我装了整个什么帐篷啊、椅子啊，然后食材啊，其实大家如果塞满满的这样子，可以足够放下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大空间的感觉。4个人，然后什么行李都放得下，对，感觉。因为这台车没有后座出风口嘛，对。那你夏天开会觉得它很热吗？不会，其实我朋友上车都帮我把前面的那个全部都关掉，他们说好冷哦。我不知道是我贴比较黑，还是真的它冷气蛮强的，对，所以它整个就是后面的人都觉得也都蛮凉，我还没有听过人抱怨。那有没有什么要加强的地方？维修厂太少了，像我如果住中立，然后跑到南崁去，那个距离其实蛮远的。其实像它各个线上都只有1到2个维修厂，选择没有很多，就是有点没有安全感。如果我车子怎么了，我要跑去好远的地方，我才能去看我的车。这样。它现在当然就是因为市占率的关系，对，所以比较冷。它现在车子卖的越多，它的厂一定会扩增的越多。对，希望可以多一点。像其他厂，要走到路边2、3间看到一家这样，好像有点难哦。有点难。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要加强的地方？再来，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那个车机啦，它车机的部分是全英文的，如果像我爸妈用可能就不好用。对，那虽然它是 Apple CarPlay， 但老人家还是不会用，他就喜欢那种你中文写着这是广播的那种感觉这样子。还再来就是它的置物空间，车子里面的置物就是那种放小东西，放我们水杯什么的，其实不太够。
后座的它就是我们侧边那边下面那里，它其实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筒状，然后要放杯子，但我杯子也放不进去，杯子放不进去，根本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空间要干嘛。保特瓶不行吗？保特瓶其实很难塞，就是刚好这样卡进去，然后还会被凹到那一种感觉，手摇杯放不进去。正常啦，你跟咖啡放不进去了这种。那我问一下，这台车你目前有遇到什么通病吗？我可能里程数还不够多，对，所以我可能还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有听过的车友跟你差不多年份的车友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有提到一些引擎的部分，他说引擎发动运转声比较大。那你自己的车会吗？它是前面大声，后面就会稳定下来，就还好。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关注过这件事情，我也是问完他们之后，我才有去比较仔细听。那还有其他的通病？我有听到他们有说，大概4万公里的时候，然后出保过他那个正时链条的问题，就是正时链条那个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很大。然后他修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比较安静了，然后大概好像在开4、5千的时候，对，然后又一样恢复那个声音。但因为这个是中长期的消耗品，对，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目前才开24000多公里，对啊，对，之后还是要再持续关注一下，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对，你购车有后悔过吗？目前没有，目前蛮不后悔的。所以如果要你再重新选择，你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这一台车吗？如果一样的价钱跟 CP 值，我会选这台。对吧？这台车折多少钱？折大概3万。当初的定价是74。你目前这台车保养几次？保养大概4次了。哦，所以 Kia 是每5000公里保养？对，5000一次。我现在就是先遵照原章的去保养，因为在出保前，那如果什么问题，可能我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去保养的时候会问这样。那你有觉得5000公里保养是太快吗？我觉得有点短，对啊，好快哦。其实有人说好像可以1万再去一次这样子，但还是想说出保前就乖一点，有小调皮啊，当然就还是乖一点这样子。那有没有对还在观望的车主啊？有什么建议吗？因为当初我买这台车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同款的车不多，对，类型也没那么多，加上价钱区间去比的话，我那才会选这台车。但是它现在整个价钱区间拉比较大，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多看看，然后多去试过之后，对，再决定。你会觉得对于 Stonic 来说，跟别台车还有什么优势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说它就长得真的蛮特别的，对，很有特色。然后它有得过那个红点吧，德国红点的对设计大奖，听起来就很厉害。那我觉得设计方面它真的蛮好看的。它现在最近新出的一台 GT Line， 超漂亮的，好想换车，心动了。对，第一个就是外观嘛，但反正不管怎样，大家一定是先看外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空间跟 CP 值啊。我觉得 CP 值真的是还蛮好的，所以这也是我选这台车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你重视安全性。对，我重视安全性。好的，那我们也这边谢谢陈小姐，谢谢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 Blue。这台其实我是刚换车，去年9月底才买的。那因为 Kona Hybrid 只有1个等级，所以它没有任何的选配，没有任何选配，只是买的时候有送空力套件，前后下巴还有尾翼。这是你的第一台车吗？哦，没有，第2台。上一台是 Elantra， 所以也是算是现代本，算是吧，因为本人是不买 T 牌的车啊。那为什么会选择现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主要是安全性。那我觉得日系车的安全性没有现代好，像我上一台 Elantra 最低等级就有6气囊，像如果你要买到6气囊 Altis， 你要贵 Elantra5到10万块这样，而且它的底盘操控都是比较偏欧洲。因为你这台车其实是多人计程车嘛，所以基本上应该只有你在使用。对，没错。因为家里只有一台车，那你觉得够用吗？因为我只有我跟我老婆，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够用。刚刚有提到你之前在使用 Elantra 的时候，你觉得 Elantra 的某些空间其实是比 Kona 更大。对啦，因为它是小休旅嘛，其实它的行李箱空间真的是有点小。因为我们之前 Elantra 真的很大，然后我们去环岛的时候可以摆2卡行李箱，一个 Costco 大购物袋，还有1卡登机箱，旁边还塞了其他里里扣的东西。这我要帮 Blue 补充一下，它的2卡行李箱是2卡29寸哦，而且是可以塞在后车厢里面，这个其实真的蛮厉害的。那你刚刚有提到，你才刚环岛回来，对不对？是深度的环岛玩家。你说你玩了多久？37天。37天呢？对，在这个期间，平均油耗将近21啦。因为我们行李加我们2个，因为我还有背卡那个车顶帐就40几公斤，那加行李我们这样子超过200公斤，而且我们不是开平路，我们都是往郊区山上跑，所以有这个油耗，我觉得超漂亮。而且我们环岛37天3000公里，只花了3200块的
的油钱，而且如果不加上我们最后回来加的那一桶油的话，更少3000油槽。是什么原因要选择换车？因为刚好有朋友跟我讲说这一台要做出清，然后其实我一直有想要换油电，然后他刚好又有出清价，所以主要是油电，其实不是因为 Kona， 也有关系，也有因为对，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上一台也是现代车主，其实以Elantra来讲也是蛮省油。哦，当时有没有考虑 Ioniq？有，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出清车，已经没有出清车。然后要买的话，就是现在2代嘛，2代要100多万。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定价跟最后成交的价格？定价是102.5，出清价是89.9，再送空力套件。空力套件听说就2万块。那这样真的便宜蛮多，这样真的蛮划算，省了13万多，然后又比较省油。对，我那时候第一个月的油钱，那我时候我开Elantra是13000到15000，这一台我第一个月只花了4500块油找。那你说你开了大概14000多公里吗？对，快15000了。那使用到现在，你对 Kona 这一台，最满意的部分是就是省油，外形又很好看。其实我买车是外貌协会哦，主要也是安全，安全配备几乎满了，除了车道至中没有，前方预警啊、ACC 啦、盲点啊，什么都有。那还有什么配备是你希望原厂可以补上去，你会觉得更好？就是车道至中，就是车道至中。OK， 椅子的包覆性，我觉得因为它不是有点赛车的模式。所以它椅子后面的包覆性很好。好，那接下来就是缺点。因为我现在目前才跑15000嘛，很多车友已经跑超过3万啊、5万的都有。目前听他们说是刹车总磅平均在36000会出问题。这样原厂有在保固内吗？是有在保固内的，但是假设像我是跑多远嘛，对，那我里程数一定是比他们到时候会快很多，再快很多。万一出保固之后，那刹车总磅我是不是要自己花钱？每36000就要换新的，那个钱下来是很恐怖。还有积碳啊，它积碳会亮一个故障灯，那你就要回原厂去深度清理，不然到时候会有一个零件，如果不清的话，只有消灯的话，听车友讲是到时候会有个零件坏掉。那除了这2个已知的车友发生的通病之外，有没有其他是你在使用上啊，你可能觉得有一点小不顺手啊，或者有一点觉得说哪里可以再加强会更好？比较不习惯就是内装的冷气出风口了。之前Elantra它是比较上面，这一次因为有多个多媒体屏幕，那它就比较下面。因为你有提到说你会架手机架，对，但是那个位置就有点太低，然后因为我要看导航嘛，它本来是可能是在你的右前方，它现在变成右下方。哦，这样我可能看导航我要低头，这样我觉得很危险。但其实原厂是有 CarPlay 或是 Android Auto。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刚好那只手机对就是连不上去。我已经换超过10条线。那它有跳原因说是比如说吃线吗，或者什么？没有我也用了原厂线，然后就是换了10条，然后我也有跟我车子的业务讲，他拿另外一只安卓的手机用是可以，没问题。但是我那台就真不行。除了刚刚讲到之外，你购车之后还有哪些小缺点啊？是你想要再补充的吗？就是它没有后座出风口。那除此之外，然后还有我觉得塑胶件好像偏软，因为我这次环岛回来有去给人家就是大洗大美容一次，然后门旁边侧边的那个塑胶件是脏，结果他说那个是蝎子的刮伤。我说啊，这样才就会刮伤。购车之后有后悔吗？换车之后？目前是没有，还蛮满意的。而且像我们这次环岛油钱真的是非常算这个，因为你说环岛是一次出油，但是因为你平常是跑多人计程车，这样长久下来累积的油钱真的很省，因为省了至少2/3。那我也好奇，因为看到车子，你车上有背了车顶帐，对，那这样平常开起来会不会比较吵啊、风切声啊，或是重心比较？油耗有稍微比较不这么漂亮，之前没有装的时候可以到23、24，甚至有时候快25。那装了之后大概掉1-2公里。那你从汽油车换到油电车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开车有哪里不一样啊，或是带来更好、更便利等等的？就有被客人以为是电车，因为很安静。很安静。那你觉得开起来有没有什么特性不同？就是因为它油电嘛，它重效马力就140几匹啦，所以开起来是比较有力。而且我有在高速公路开 ACC 过，它连90几公里都可以用纯电。因为你现在一定有保养过，你的养护方针啊，或者是比如说你保养的费用啊，有没有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就跟一般国产车保养的价钱其实差不多了。像我上一台Elantra就是大概进去2-3千块，那我现在是完全自备机油，第一次我用自备机油，换机油垫片那些500多块，所以一次保养才500多块，然后加机油大概1500多。
所以原厂是可以接受自备机油的。对，但是一定就是各家原厂都一样，就是你要签那个，它会告知你，如果你自备自油之后有什么事情的话，要自己负责。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啊，或者想要分享？希望原厂呢能重视一下，就是通病的问题。通病的问题，像刹车总放，如果开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突然失灵，那我们要怎么刹车？车友是讲，就是你一直拉电子手刹车，但是我觉得突然刹车失灵，有时候可能你会慌嘛，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危险。对，刚好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电子手刹车其实它不光只是为了方便，它其实也是一个安全。因为大概2-3年前有发生过一台 Volvo 从高架桥冲下来，然后它好像昏迷。就撞出去。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副驾驶座人，你其实拉电子手刹车，对，它不会只拉后面，所以是不用担心，就是它是会4轮一起刹的。对，然后如果你拉住的话，它其实会有警示或干嘛，这其实是一个办法。那我们今天谢谢 Blue 的分享，好，谢谢，好，谢谢。Andy 今天是从彰化来的吗？哎，对对对。那你是不是一路开着 Level 2过来的呢？哎，没有到 Level 2。啊，那你今天是我们 SV 的车主哦。那我们想要请问你几个问题哦。是哦，这台车是什么等级的？2.0 i-Side 等级，GT 等级就只有外观空力套件差别，跟轮框这样，就内装动力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后来评估下来就是选中阶的，对你来说最划算。对，选配了电动手折，可是后来是业务他就折给我这样。当初在买车的时候，这台车折价多吗？折价我觉得业务报给我的算不少，折6。折6，对，折6对你来说是合理，蛮多的，还是赚到？赚到吧。那你当初在选择 SV 的时候，还有哪些车在考虑？那时候2020 4月，还有2019年底，那时候看 Kona CX30，然后 CHR， 然后日食 Focus 也有看。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 SV 啊？试乘各家之后，就觉得内装空间都蛮符合我的需求的，因为它降价幅度也算蛮大的。其实你是有在等，应该是说我没有在等，只是刚好同时期我看到它刚好降价，就想说不然我也试乘看看好了。就试乘过后就觉得，有达到我的点这样。4轮传动是不是你主要的因素啊？因为你目前看的同级里面只有它的4轮传动。4轮传动应该算是附加的吧？一开始没有首选，对，一开始首选是就安全啊，然后空间这样，然后跟价格。它跟同级比起来，价格算比较高了。我觉得他们策略就是还不错啊。刚好我试乘那个月份，他们就降价，然后又加配备，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划算这样。哦，算起来蛮划算的。对。那这台车平常是都你自己一个人在使用？我自己在开。那家里还有些什么样的车？家里还有 Honda City 2016年，我本来是看那台车。那这样子车子转换过来之后，你觉得最有感的提升是什么？因为它多了4区嘛，就比较安全。下雨天开就蛮有感的啦，车重比较重，开国道3号中部路段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飘这样。最有感就是有 ACC 啊，就整个差很多。除了这些优点之外，你觉得这台车还有什么优点是你觉得蛮不错的？视野吧，视野我觉得驾驶座的视野蛮好的，就是跟其他车比起来，可能死角比较少一点。然后 ACC 也算好用，就是它的 ACC 开起来算是真的像人在开这样。那缺点呢？它轮拱隔音好像不是很好，高速的时候啊。如果是以这一级的车的话，其实我看来看去啊，好像没有谁的底盘隔音特别好。对，就我目前遇到的是，就它低速起步的时候会有顿挫的感觉。但是很常发生吗？我觉得很常应该说冷车的时候起步，你热车热开之后就比较还好。对，或者是你大脚油门下去就也比较不会有。主要就是你可能起步，然后算是有点半蠕行状态的时候，对，你觉得那时候顿挫感可能1、2档衔接或者2、3档衔接这样。然后再来我遇到还有它的胶条会翘起来，前档结合的胶条。对，会无故翘起来，我都没有去弄它干嘛，因为洗车没有故意去冲它，但是它就是久了就会自己翘起来。大概多久的时间啊？半年到1年间就有发现了。这样蛮快的。对，那一定要请原厂好好处理一下。那我第2次回去保养就请他处理，他说这个是算是正常的状况。那还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或者是说，可能社团里面大家在讨论通病，或者你有遇到的？社团是有在说，冷气好像是久了之后会有异音，之后就开始不冷了。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个统计说，可能几万公里之后会对啊，就非正式统计嘛，就社团在传说是这样。那还有吗？所以目前看起来，你对这台车其实蛮满意的。大问题目前是没有，就是一些小问题的。OK， 那目前都还在保固内嘛？对。那你养护方针是跟着原厂的方式走？对，就跟着原厂走这样。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油道清洗那些，就看个人需求，看要不要删掉这样。那还有刚刚那个胶条那个，就是我第1次去原厂反映的时候，就说它是正常的嘛。我下一次再去保养，我又不死心，我再去问一次，他就不同的接待，他就说好，这个我再帮你处理，就帮我粘起来。但是社团内有其他车友说，
也有原厂帮他换一条新的。所以是每个厂其实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对，每个厂每个接待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对于还在观望的车主，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斯巴鲁的代理商啊，他们定价策略是蛮妙的。就是假设你真的很爱这个车型、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等一下，就是他们会不定期推出促销，或是把配备加回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你是可以等一下的，多忍耐一下，或许会有惊喜。假设说今天啊，让你再重新选一次，你还是会选择 SV 吗？再选一次的话，我可能不会选 SV。为什么？这是时空背景不同啊。现在各家几乎都有 Level 2啊。然后现在它的弱势就是它没有车道维持啊。对。加上我对市区也不是我首选需要，但是还是可以提一下说，市区其实也是蛮有用的啊。就是雨天开起来有感，安全感也会比较提升一点。然后冬天的话，你就可以装一条雪链，就可以上武岭去上学了。这对许多人来说吸引力也是蛮大的。对啊。其实对于有在跑户外活动来说啊，他们选 SV 啊，都是在看中这个市区，只是说可能你刚好兴趣没扩及到那边。对你来说是捡到副驾，也许我可以培养一下。好，今天很高兴 Andy 来我们现场。好，谢谢大家。嗨，欧先生。嗨，你好。你好，你会不会长太高了一点？介绍一下你的车，什么等级？21年的 Toyota CHR 尊爵版4轮传动版本，大概开3万公里，几乎原厂能够选配的，包括车美式影音系统、环景、18寸铝圈，这些我全部都有选配的部分。业务最爱你这种。你这样选完之后啊，总价大概多少钱？空车价加选配大概130万左右。那你最后成交嘞？大概在115。哇，你自己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以 Toyota 的折扣来说，它已经算很好了。家里只有这一台车吗？我还有一台17年的 RAV4。那你怎么都不开 RAV4？操驾感不一样啊，新车也会比较想开新车啊。所以说，你觉得家里只有一台车够吗？在中部的话，一台车是绝对不够。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当初怎么会选 CHR？ 你有没有其他选择？倒是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就真的是被它的外形吸引到，所以我第一个就直接想说，我就是要买这台车。他心里头完全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我要换车，我今天就是要 CHR。对。而且他连看都没有去看，也没有去试乘哦。对，我也没有看。超帅气。那当初选择 CHR 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它的外观吸引到我。所以你是外貌协会的哦。算了，可以这么说。之后了解一下它的税金也是蛮吸引我的。就是 1.2， 它的税金真的很省。对。然后一开始会以为，1.2好像马力没有那么足，就它有涡轮下去做辅助，其实我觉得动力方面都算还蛮够用。你觉得开3路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尤其它有4轮驱动。就是因为它的4轮下去驱动下去做辅助，它的3路的部分，我觉得稳定性蛮高的。所有的超价，我觉得动力来说都算蛮够用的啦。以同等级的车来说，它算蛮够用的。还有台中认证哦。那你对这台车有没有什么觉得它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一，我觉得它的隔音真的比较不好，应该说轮拱啊、底盘的隔音，我觉得都算做的没有那么扎实。避震器的部分太软，如果你要求舒适性，它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要超价感的话，它是偏软的，自己要再下去做升级的部分。再来就是车美式跟环景吧，都花不少的钱下去做升级了，它的会一直宕机啊，或者是环景会黑屏的部分，我觉得这算是蛮讨厌的地方。而且重点是你已经有进厂去维修过咯。他有说升级啊，说什么重新软体更新之类的，还是一样持续发生这些问题，没什么办法去解决它了，就只能等他自己宕机，他想什么时候重开机，他就什么时候重开机。另外你说环境最近不是也有发生过？就是从交车到现在就是持续断断续续的黑屏，到这1-2个月它是完全不会正常显示，就是都黑屏。我觉得如果原厂它的处理态度 OK， 我觉得都是 OK 的，包括目前它是免费更新换新给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至少它的态度有做出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毕竟电子的东西没有人敢100%保证它是绝对安全。然后你这边其实你也是蛮坚持喜欢用原厂的东西。有的人会认为这样子会花比较多钱，但是我认为东西交给原厂去处理，至少你有问题，原厂是可以帮你保固的。你会后悔买这台车吗？不会后悔买这台车，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台湾原厂另外再加配出来。
来的东西，所以跟车子本身其实性能啊那些是没什么太大的关联。如果要像我们这样超价去感受避震器过软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啦，不一定每个车主都会这么激烈的下去超价它。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是买到现在是不会后悔 ，CP 值很高，他已经帮大家认证过了。那所以说，如果今天要你再选一次，你还会选择这台车吗？我还是会选这台车，也没有什么好换的啦，因为也没有人可以取代这台车。在保养上面有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比方说，你现在多久保养一次？我都照原厂的规范，1万公里进厂保养一次。我唯一只有2万公里的时候有删一样，车内空气滤芯的那个我没有做更换，其他都是照原厂的保养配方下去做更换。对还在观望的车主有什么建议吗？不一定所有人都要像我一样，就是连车4成什么都没有就直接买。我觉得可以先自乘看看这台车，因为毕竟从2.0、1.8对跳下来这台1.2涡轮的车，需要习惯一下它的动力跟它的加速方面。当你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台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没力，还是有它的超价乐趣在。再来就是买车，我觉得主要要自己心里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像我就是要18寸铝圈，不要原厂的轮胎，我就是要配米其林的轮胎，我都全部告诉业务，然后请业务一并帮我做处理。试乘过了，知道要什么，你这样才不会觉得说后悔啊。也有人说，这台车没力，你为什么去买这台车？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就是要它的外形。我觉得欧先生其实刚刚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是也是一直非常强调，就是他的喜好就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原则是什么，对吧？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我顺便要讲，你知道我手多酸吗？那刚刚应该我帮你拿就好了。对啊，你不早讲。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大家好，现在我身旁的这位是 CHR 的车主，他叫猫草。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台 CHR 是什么时候买的？18年的时候买的。18年的时候买，当时买的等级是豪华版，大概使用了几万公里？快15万公里，整数蛮高的，因为你好像有是多元检证的。对对对。当初买车的时候有选配了什么项目，或是后续改装了什么项目吗？有选那个豪华影音，就是可以看电视。那你真的有使用到看电视的功能吗？没有，很少。所以有没有觉得白选？有，但是那时候退好像只能退2000，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不如就不要退，留着这样子。后续我看也有其他改装嘛，也有改了轮框，18寸的18寸。那除了轮框之外，就是其他的底盘啊、避震器有动吗？都没有动过，都没有动过。平常啊，家里的成员，刚刚看到有老婆跟小孩嘛，对不对？对。那一台 CHR 够用吗？还是你家其实是有其他台车？老婆还有一台 Vios。所以 CHR 会是你家比较主要使用的车辆吗？算是，因为出去的话都是开这一台居多。如果说你平常要营业的话，这样又要载小朋友的儿童安全座椅，这样不会比较麻烦？就等于说你还要回去搬安全座椅，就是来车上，对，搬来搬去的这样。当时购买这一台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外形很好看，Toyota 妥善率，以及可能会比较省油，维修保养之类可能会比较便宜。对于 Toyota 品牌经营的形象跟优点，你都是蛮认同的。对。购买这一台车之后，你最满意的部分？操控性跟外形，税金方面很省，以及省油吧，就是也没有到很省，但是算是省油的车。平均油耗你的使用大概落在10上下，有时候在客人市区上下班时间走走停停，有塞车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以及怠速等客人的时候。对，我想怠速真的是油耗的杀手。对。好，那优点讲完，接下来重点，你觉得有什么缺点或是通病想要跟大家分享？后座空间不是很大，因为它后面有做一个斜背的关系，所以坐起来会有压迫感，以及它的后窗比较小一点，对后座乘客来说比较委屈一点。对，但是现在应该还好，因为大家都在看手机了。那后窗呢？视野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小？我觉得不会，也不太会影响到什么行车安全之类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车友之间有提到的，或是你经历过的通病啊等等？大灯它会流眼泪，会有水痕，就回原厂换过2次。那除了大灯之外呢？电池，原厂电池大概1年左右就挂了。那有没有什么车友之间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的车友就是尽量说，就是你回到家要熄火的时候，尽量把冷气啊、跟蓝牙、音响那些大灯那些先关掉再熄火。各项目先关掉以后再熄火。对。所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原厂也没有告诉你们说是什么原因。他就是说我们电池寿命到要换，就这样。就这样。对。都没有说为什么这么短。对，因为真的蛮短的，平常我在用大概都至少有个2年。2年。对啊。
那你刚刚有提到你目前车子已经使用了15万公里，对，快15万，所以你应该也保养过蛮多次的。是，在保固的时候已经在原厂保养。对。那在原厂保养每一次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如果不是大保养的话，大概都3000多、4000多。那大保养大概多少钱？我记得我8万的时候好像是8000多块的样子。8万的时候8000多块，其实好像8000多块也没有到特别高，对，也没有到特别高。对，过保之后，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都是在外厂的是保养，那费用呢？也大概就2、3千。这费用没有比较便宜。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是因为他说有在外厂机油用的比较好啊，对。除了一般的保养之外，在你这15万公里的使用当中，有没有维修过任何的零件？前一阵子才那个冷气压缩机坏掉，冷气压缩机坏掉，所以15万公里除了日常保养之外，只换了冷气压缩机。对，这个妥善率真的是有点让人羡慕。除了过去之前在原厂，那现在到外厂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养护的方针啊，或是可以给车友一些建议？也没有特别养护方针，就是你该保养就保养。那你到外厂之后，还是维持跟原厂一样的保养周期？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大概7000。所以也比一般我们在正常认知的5000公里的使用稍微再长一点。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使用上面，比如说你前面开到后面，会有很明显的衰退吗？有觉得引擎的声音真的有比刚买的时候大声很多。如果我们今天回到2018年，是你还会再选择 CHR 吗？会，还是会。对。OK， 那如果是现在因为有小朋友的关系，应该是会选择其他种类的车型。2018年还没有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外形帅很重要，但是现在有小朋友，你会牺牲什么去换取空间？都可以，只要空间大就好。只要空间大就好。对，主要是空间。那你会想要考虑哪些车？现在吗？对，以现在来说。RAV4 吧，休旅车，因为它有油电的关系。因为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你原本是想说啊，我在看要买车的时候，你看的是 CX-5跟 CR-V， 对，然后 CHR， 对。其实，在集聚上好像蛮不搭的，就最后选择 CHR， 因为帅。对。但是现在可能回归了家庭，又要选择空间。对，选择空间，没错。那有对于在观望的车主啊，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你觉得车子 CHR 的价格在哪边是你觉得最合理的？因为它现在新的多了很多安全配备，比如说跟车啊、轨道偏移，还有自动刹车，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价钱的话，我觉得可以买。你之前成交的时候大概多少钱？97万。对，而且只有轨道偏离，寻迹防滑，不好意思，对，寻迹防滑，对，所以如果觉得价钱如果差不多的话，我觉得可以买。那你会不会觉得1.5的动力不够用？会，市区还好，但是你在高速的话，如果你真的突然想要就是超车的话，我觉得它的加速真的是没有到很有力这样子。你觉得这会是 CHR 的一个缺点吗？它本来就不算去跟人家尬车的那一种，对，它主要就是都市小休旅。那么其他比如说对于操控性啊什么的是特别喜欢啊之类的？操控性我觉得还不错，转弯的那些操控性，因为你遇到颠簸路段，其实在我开起来觉得乘坐方面还是蛮舒适，驾驶方面还算蛮舒适。对，因为我看到车友社团里面有分享说避震器太软，你自己有这样感觉？没有，对，没有，可能平时载客人比较多，都慢慢开，所以可能比较没有这种感觉。那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你轮胎的尺寸，其实蛮惊人的，到235，是刻意选择尺寸这么大的轮胎？当初就是觉得宽一点可能会比较好看，但是换完之后，我觉得我过弯真的是它的那个离心力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大。那还有什么最后想要跟观众朋友或是观望者再继续分享或补充？觉得 CHR 这台车真的是很帅。如果说你今天是没有家庭的，是真的可以买，我觉得。因为大家不知道，猫草今天来，大概是我们这个车主单元执行到现在搞了最多车主朋友来现场的。对啊，然后刚刚其实很多车主就分享说，就是 CHR 买了你不太会后悔，来了6台车，他说都基本上都不太会后悔。那我们今天也谢谢猫草的分享。好，谢谢你们，谢谢。这次 CUV 的车主啊，真的是很多啊，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些车主全部都拍完了。没错，完美落幕了。而且呢，这些车主啊，还有些人是从中南部远道而来。而且还有很多人带了名产，还新加泰券。对。不过我发现啊，这些车主啊，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他们非常注重车子的外形，对不对？蛮大一个族群是注重外形，其实很重点啊。你喜欢它，你就会想要多看它几眼，就想要了解它，对吧？甚至有些人没去看过车，
就直接下定了。对，外景对这些人来说，我相信他选车的时候成分占蛮高的。没错，然后像我觉得有些人呢，他是重视 CP 值，就是这台车呢，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配备，比方说现在新世代车款都有 Level 2，然后再来看看那个车价符不符合他的需求。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这些车主他们对空间的需求并没有到特别的大。可能就是2个人，甚至1个人，或是偶尔跟家里共用这台车，或家里第2台车啊。对啊，对啊。如果说对空间需求比较大，他会选择 Quad Cross。可是呢，你看有一些 Quad Cross 的车主啊，反而买了之后发现，其实我用不到这么大的车。对，真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发现，因为这次的 SUV 车主每一个都很年轻，就跟什么跟你一样，还有我。只有他没有，我至少心态是年轻的嘛。没有，就跟刚刚艾米有讲到的因为他们可能是自己使用嘛，然后是说，包含车价也是很大的关键。刚刚我们这次选的是平价 CUV，都在100万以下啊，或是接近，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这个级距比较可以负担的金额。对。真的非常感谢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远道而来。当然呢，我知道大家也有想看其他级距的车款啊，那你想看什么？或者是说你是什么车款，你也想上节目的，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889汽车，打开小铃铛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上片资讯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他们留言是不是要先留言说我这次要带什么名产，我们再来选人？做人不要这样，所以意思就是重来一次嘛。他说从我的就好了，对就好了。我前面才讲3句而已啊，不想再听一次的意思。可是年轻那个好像要38一点。还有，我跟你讲啊，有没有发现？